道家认为最高的人生境界到达第4层都是神人，弱是木强，强是木真，真是木绝，绝是木空。短短16个字，几乎概括了一个人一生的成长轨迹。很多人30岁还停留在第1层，有人奋斗了一辈子，终于走到了第2层，极少数人呢能够走到第3层，而真正能够来到第4层的人，自古以来不过寥寥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道家的角度聊聊人生真正的4重境界。也许你会发现，你一直拼命追求的东西，不过只是人生的第1站。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庄子曾讲过一个寓言，有一天，一只小麻雀站在树枝上，笑一只准备飞向南海的大鹏。他说：嗨，飞那么远干嘛？我每天飞几丈远，落在树枝之间就已经很快乐了。麻雀不知道，大鹏看到的是整个天地，而大鹏不会笑麻雀，因为每一种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境界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当你站在不同的位置，你追求的东西会完全不同。小的时候，你觉得有糖吃就是幸福，长大后你觉得有钱就是幸福，后来有了钱又觉得自由才重要，再后来你发现真正难得的是内心的安宁。所以道家从来不告诉你什么最好，它只是告诉你，你的境界变了，你追求的东西自然也会变。第1重境界，弱是木强。人生刚开始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追求一个字，强。因为弱意味着没有选择，穷所以看别人脸色，没有能力所以害怕失业，没有本事所以担心未来。年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焦虑？因为我们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强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，于是拼命学习，拼命赚钱，拼命积累资源，拼命建立人脉。这没有错，道家并没有反对变强。老子说，胜人者有力，自强者弱。很多人只记住了前半句，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后半句。真正的强不是制服别人，而是制服自己。你发现没有，越弱的人越喜欢证明自己，越喜欢争输赢，越喜欢抬杠，越喜欢炫耀，因为他内心没有力量。真正强大的人反而越来越安静，就像深海从来不喧哗。真正成熟的麦穗总是低着头。所以道家的第1课不是让你打败别人，而是让你先拥有立足世界的能力。因为一个连吃饭都吃不饱的人，很难谈什么修行。所以道家并不反对财富，也不反对事业，只是提醒你不要把力量当成生命最后的答案。因为真正困住人的从来不是贫穷，而是执着。很多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，年轻的时候为赚钱可以连续工作18个小时，觉得赚到1000万就会幸福。赚到以后呢，又觉得应该赚1个亿，赚到1个亿又开始担心失去。财富越来越多，睡眠越来越少，朋友越来越少，笑容越来越少，于是他们开始进入人生的第2层。第2重境界，强是木真。当一个人真正拥有能力以后，他最想寻找的不再是成功，而是真。什么是真正的朋友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？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？什么是真正的自己？庄子说，真者，精诚之至也。真不是诚实那么简单，真是卸下所有角色之后，你还是不是你？有一次有人问庄子，如果名利都不要，你还能快乐吗？庄子没有回答，他只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一棵长得歪歪扭扭的大树，因为不能做家具，所以一直活了几百年，而那些笔直的大树早就被砍光了。很多人觉得没用是一种失败，庄子却认为最大的智慧就是不用活成别人需要的样子。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不是在活自己？朋友圈发的是别人想看的生活，工作做的是别人期待的样子，连兴趣都变成了流量。于是人越来越成功，但是却越来越陌生。最可怕的不是别人骗你，而是你骗了自己几十年。所以当人拥有力量之后，就会开始寻找真实，因为假的东西始终无法填满自己的内心。第3重境界，真是木绝。可是当你越来越真实以后，新的问题来了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我？情绪是我吗？身体是我吗？思想是我吗？如果我今天快乐，明天痛苦，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？
于是道家开始讲一个字觉。庄子说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很多人理解不了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，学会站在自己的情绪之外看自己。人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不会观察自己的自己。比如有人骂你一句，哎呀，你一天都睡不好，其实伤害你的不是那句话，而是你不断重复播放那句话，别人已经忘了，你却每天重新伤害自己。这就是没有觉。觉就是突然发现，原来我可以不跟着情绪跑，情绪来了我知道它来了，愤怒来了我知道它来了，恐惧来了我知道它来了，欲望来了我也知道它来了。当你能够看见它的时候，它已经控制不了你，这就是觉知。很多修行不是在增加知识，而是在增加观察自己的能力。真正厉害的人不一定知道很多道理，但是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，为什么焦虑，为什么贪婪，为什么恐惧。当你开始看见自己的心，命运也开始发生变化了。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物曾国藩，年轻的时候他脾气暴躁，别人一句话他能气3天。后来他开始每天写日记，可不是记录别人而是记录自己的心。今天为什么发怒，为什么愤怒，为什么骄傲。几十年以后，他最大的变化不是学问，而是觉察能力。所以他说静坐常思己过。真正改变命运的人都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改变观察世界的方式。第4重境界，觉是目空。很多人一听空就害怕了，觉得是不是看破红尘，是不是什么都不重要。其实道家的空不是没有，而是不治。道德经说30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轮子能转不是因为木头，而是因为中间是空的。房子能住不是因为墙，而是因为中间是空的。人的心也是如此。为什么今天的人这么累？因为装得太满了，装满了焦虑，装满了比较，装满了欲望，装满了别人的评价，于是再美好的风景也进不来了。老子说虚其心，实其腹。真正的高手心都是空的，别人夸他不会飘，别人骂他不会碎。拥有财富不被财富绑架，拥有地位不被地位定义，拥有爱情也允许离别，因为他知道天地万物都在变化。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，而是不允许失去。庄子的妻子去世时，很多人去安慰他，却看到庄子骨盆而歌，大家觉得他冷血。但庄子说，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变化，从无到有，从有到无，春夏秋冬本来就是天地运行。如果只允许花开，不允许花谢，那才是违背了自然。这不是无情，而是真正理解了生命。道家的终极智慧，由无到有，由真到静。回头再看这16个字，若是慕强，是为了立足世界；强是慕真，是为了找回自己；真是慕觉，是为了认识自己的心；觉是慕空，是为了与天地同行。很多人以为人生是在不断的得到，其实道家告诉我们，人生真正的成熟是不断放下。年轻时拼命增加，年长后慢慢减少，减少欲望，减少执念，减少比较，减少怨恨。最后你会发现，真正自由的人不是什么都有，而是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却依然安然。道德经中有一句最经典的话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学习是不断增加知识，修道呢，就是不断减少执着，减去虚荣，减去恐惧，减去分别心，减去对得失的执念。当内心越来越简单，一个人反而拥有了应对万事万物的力量。所以若是慕强是求生，强是慕真是求本，真是慕觉是求名，觉是慕空是求道。或许人生并不是一场不间断向外攀岩的竞赛，而是一场不断向内回归的旅程。当你年轻时以为山顶就是终点，当你走得足够远，才会明白真正的终点不在山顶，而在自己的心里。愿我们都能经历力量而不迷恋力量，拥有成功而不困于成功，看见真实而不执着于真实。最终呢，在觉知中
归于空明，在空明中回归大道。因为道的尽头不是更强，而是更轻，不是拥有更多，而是终于成为真正的自己。这里是道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喜欢我的讲解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不错过我的最新影片哦。